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你以为在用心经营的关系，其实正在一点一滴地吞噬着你的生命？这句话听起来或许有些刺耳，但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此刻，请你先给自己几秒钟，轻轻闭上眼睛，想一想，那个让你夜不能寐、翻来覆去的人，那段让你反复纠结、掏空心力的感情，那份总是让你感到窒息却又逃避不了的亲情，或者那些明明早就已经结束，却始终萦绕在你心头，怎么也挥之不去的过往。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困住了？明明心里想要往前走，双脚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明明告诉自己无数次要放下，那些画面却总是在深夜里不请自来。1300多年前，有一位充满智慧的禅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众生被境所转，圣人能转境。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啊，总是被外在的境况牵着鼻子走。别人对我们好，我们就开心得不得了；别人对我们冷淡，我们就痛苦万分。关系顺遂的时候，我们觉得人生圆满，岁月静好；一旦关系破裂了，我们就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连活下去的力气都没有。然而，真正有智慧的人却能够不被这些外在的境况所左右。他们明明活在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世界里，同样经历着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却拥有一种我们难以企及的自在。请记住，这种自在绝对不是冷漠，不是无情，更不是逃避现实。这是一种穿越了重重迷雾之后的清明。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被世人遗忘的秘密，这个秘密藏在一口枯井里，藏在一轮明月中，更藏在你此刻正在跳动的心里。它能够帮助你看清关系的真相，让你从那个无形的牢笼中走出来，找回原本就属于你的自在与圆满。要明白这个道理，我想讲一个13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的经历或许能给你一些很深的启发。那是大唐开元年间的事了。在终南山脚下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寺院，寺院里住着一位老禅师和他的几个弟子，其中有一个名叫慧真的年轻僧人。他在众弟子中最为特别，不是因为他的悟性最高，佛法学得最好，而是因为他的眼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阴霾。慧真出家前是长安城里数一数二的富商之子，他原本的名字叫李明远。他本该继承万贯家财，娶妻生子，过着世人羡慕的安稳生活。但命运弄人，他在20岁那年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他家里一位远房表妹名叫青罗，青罗生得清秀脱俗，更难得的是腹有诗书，与李明远志趣相投。两人一见倾心，私定终身。然而他的父亲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原因很简单，青罗家道中落，配不上李家的门第。父亲早已为他物色了另一门亲事，是当朝宰相的孙女。李明远苦苦哀求，换来的却只是父亲一声冷笑。父亲说：你以为你爱的是那个女子吗？你爱的不过是你自己的执念罢了。等你成了亲，你就会明白，感情这种东西最不值一提。那晚，李明远跪在家祠前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他留下了一封书信，就这样消失在了长安城的晨雾中。他不愿违背自己的真心，却也无力对抗整个家族的压力。于是他选择了逃离，逃离那个让他窒息的家，逃离那个让他痛苦的选择，逃离那个他深爱却无法拥有的女子。3个月后，他来到了终南山，在那座小寺院里落发为僧，从此法号慧真。他以为只要离开那个世界，剃去3000烦恼丝，穿上一袭袈裟，他就能斩断心中的情丝。可他错了，
那根丝非但没有斩断，反而缠得更紧了。每一个寂静的夜晚，轻柔的面容都会无比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每一次诵经打坐，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现在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因为他的不告而别而伤心流泪。他恨自己的懦弱，恨自己的无能，更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他以为出家是解脱，没想到却只是走进了另一座更深更暗的牢笼。慧真的师父法号德云，是一位眼神深邃、看透世事的高僧。他早就看出了慧真的心病，却始终不动声色。就这样过了3年，慧真的经文背得滚瓜烂熟，寺院的杂物也做得井井有条，可他眼中的那片阴霾却从来没有散去过。有时候深夜醒来，他会发现自己的枕头湿了一大片，却根本想不起自己梦到了什么。那些被压抑的情绪，就像是地底的暗流，随时都可能冲破表面，将他整个人彻底淹没。终于，在一个深秋的傍晚，德云禅师把慧真叫到了禅房。他问慧真，这些叶子春天绿得发亮，秋天黄了，落了，你觉得它们落下来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受？慧真茫然地回答，是不舍吧，毕竟在树上待了那么久。德云禅师微微一笑，说道，你错了，叶子落下来的时候，它只是落下来了，没有不舍，没有挣扎，没有为什么，是我的疑问。他不会回头看那棵树，也不会懊悔自己为什么没有长得更牢一些，它只是落下来了，仅此而已。慧真若有所思，但还没等他想明白，德云禅师就交给了他一个任务，要他深入终南山，去寻找一位隐居30年的空明禅师，代问一句话，井里何时能见月？慧真完全摸不着头脑，但还是背起行囊出发了。那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一趟旅程将会彻底撕开他内心的防线。终南山绵延数百里，人烟稀少。第3天傍晚，慧真在一片竹林里遇到了一个穿着普通农夫衣服的中年男子。那男子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一动也不动地盯着前方。交谈之下，慧真才知道，这个男人竟然已经在这块石头上等了他的父亲整整15年。15年前，他的父亲说要进山找空明禅师，承诺7天后就回来，却从此杳无音讯。慧真忍不住问，施主，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男人立刻像被踩到痛处一样，冷冷地回呛，我当然想过，可我不信。他答应过我的，他不可能骗我，所以我等，我一直等。看着男人转身消失在竹林深处的背影，慧真站在原地，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个男人被困在了一个无形的牢笼里，他放不下对父亲的执念，于是把自己整整15年宝贵的生命全都葬送在了这片竹林边。他等的那个人也许早就化为尘土了，可他不愿意面对这个真相，他宁可欺骗自己，宁可日复一日地浪费生命，也不肯从那个等待的牢笼里走出来。这像极了谁呢？慧真忽然觉得浑身发冷。这3年来，他在寺院里的日子跟这个竹林里的男人有什么区别？他虽然没有坐在深山里等一个人，可他的心不也一直在等吗？等那段感情有一天能有不同的结果，等那个女子有一天会奇迹般的出现，等那些痛苦有一天会自动消失。原来等待也是一种极端可怕的执着，而我们执着的往往只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带着这份沉重的心情，慧真继续往深山里走。到了第5天的正午，太阳有些毒辣，他在一条溪边停下来休息。正当他捧起溪水准备解渴的时候，一个老妇人从上游走了下来。慧真连忙起身，双手合十问礼。那老妇人看了他一眼，竟然笑了。
那笑容里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苦涩。他问：小和尚，你也是来找那个老东西的吧？慧真愣了一下，说：老人家说的可是空明禅师。老妇人叹了一口气，在西边的大石头上缓缓坐了下来，告诉慧真，这座深山里除了我就只剩下他了，其他的人啊，早就走的走，死的死了。我在这山里也住了快40年喽。慧真听得心惊，40年的光阴就这样耗在荒山野岭吗？老妇人看着潺潺的溪水，很低落地说：当年我丈夫带着我进山修行，跟我说红尘太苦，山里清净，我信了他，傻傻地跟着他来了。结果呢，他修行修到后来，竟然说我是他的障碍，是他成佛道路上的牵绊，他就这样抛下了我，一个人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慧真忍不住问：那老人家，您为什么不下山去呢？老妇人摇了摇头，眼神里有一种极度深沉、难以言说的执拗。她说：下山我还能去哪里？我的家人早就不认我了，外面的世界我也早就认不得了。更重要的是，她咬着牙说，我还在等他回来，我要问问他凭什么这样对我。又是等待。慧真的心里瞬间涌起了一阵巨大的悲哀。你看，这是不是又戳中了我们现代人的某种通病？这世上有多少人把一生的光阴都耗费在了一场没有意义的等待上？有多少人在一段早就已经破裂的婚姻里，或者在一早就没有温度的亲情中，耗费了10年、20年，甚至大半辈子？他们明明过得很痛苦，天天抱怨对方不负责任，抱怨命运不公平，可是如果你劝他们离开，他们又会找出10000个理由来拒绝。为什么？因为留在原地当一个受害者，虽然痛苦，但这份痛苦是他们所熟悉的。只要他们继续扮演一个被抛弃、被辜负的角色，他们就有了一个完美的借口，去怨恨别人，而不用去面对自己残破不堪的人生，不用去承担重新开始的恐惧。那根看不见的线把他们牢牢地拴在了原地，让他们的生命就像一潭死水，再也无法流动。老妇人看着慧真，忽然说了一句话。她说：小和尚，你眼底藏着的东西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都是那种被困在一个地方死活出不来的样子。他站起身来，用木杖指了指山的更深处。去吧，去找那个老东西，也许他能帮你，也许不能，但不管怎样，总比困在原地好。说完，他沿着溪水往下游走去，再也没有回头。第7天，慧真终于找到了空明禅师的住处。那是一间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茅屋，茅屋前面有一口井。慧真走进那口井，好奇地往里面看了一眼。这不看还好，一看他整个人都愣住了。井里干涸见底，别说水了，连一点点潮气都没有，只有厚厚一层发霉的落叶和枯枝堆积在最底部，看起来已经好几十年没有人清理过了。慧真转过身，看见一个白发苍苍、身形枯瘦的老僧站在门口，那就是空明禅师。他看起来少说也有80-90岁了。慧真恭敬地行礼：弟子慧真奉德云禅师之命前来请教，德云师父让我问您一句话，井里何时能见月？空明禅师没有回答，只是慢慢走到井边，低头看着那口枯井。过了好久，他才抬起头问：慧真，你也看看这口井，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慧真走过去，探头往井里看，回答说：什么都没有，井是干的，里面只有一些落叶和枯枝。那就对了。空明禅师淡淡地说：这口井干了30多年了，30多年来从来没有一滴水。从今天开始，你每天都要来这口井边往里面看，白天看，晚上也看。什么时候你看到了月亮，
什么时候再来找我？”说完，空明禅师转身走回茅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再也没有出来。慧真站在原地，心里满是困惑与荒谬。一口30年没有一滴水的枯井，怎么可能看得到月亮？这明明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但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按照禅师说的去做。一天天过去了，慧真守着枯井，内心充满荒谬与烦躁。可是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第8天的夜晚来了。那是一个万里无云的夜晚，慧真像前几天一样，拖着疲惫的步伐走到井边，心不在焉地往里头看了一眼。但就是这漫不经心的一眼，让他整个人瞬间僵住了。井里竟然有月亮，那轮皎洁的明月清清楚楚地倒映在井底那些发霉的落叶和枯枝上，仿佛那些破败不堪的东西突然之间有了生命一样。慧真呆呆地看着那轮月影，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井明明是干的，连一滴水都没有，哪来的倒影？他猛地抬起头，看了看天上的月亮，又低头看了看井里的月亮，两者看起来一模一样，本质上却完全不同。天上的月亮是真的，而井里的那个只是一个影像，一个幻象，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在这电光石火的瞬间，慧真突然想起了德云师父说的那句话：叶子落下来的时候，它只是落下来了。他想起了那个在竹林里苦等15年的男人，想起了那个在溪边困了40年的老妇人，也想起了自己这3年来在寺院里日夜煎熬、痛苦不堪的模样。我们是不是都一样？我们都在苦苦等待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那个让我们牵肠挂肚的人，那段让我们反复回味、怎么也放不下的感情，那些让我们半夜醒来痛哭流涕的过往，把它们抽丝剥茧后，真的是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吗？还是说，我们都跟慧真一样，一直死死盯着一口枯井看，把自己心里投射出来的幻象当成了真实？井是空的，从来都是空的，月亮从来就不在井里，是我们自己的眼睛，我们自己的心，把那轮月亮硬生生地放进了井里。我们以为我们在追逐什么，执着什么，放不下什么，可实际上我们放不下的只是我们自己大脑制造出来的影像罢了。那一刻，慧真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不是悲伤的眼泪，而是极度震撼之后的彻底释然。3年的痛苦，3年的执念，3年的自我折磨，原来都是因为他一直盯着一口枯井，死都不肯抬头看看天上那轮真正的月亮。空明禅师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静静地站在他身后。慧真转过身，泪流满面地问：禅师，井里的月亮不是真的，那真正的月亮在哪里？空明禅师指了指天上，然后又指了指慧真的胸口，告诉慧真，月亮一直都在那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是你自己非要往枯井里看，不肯抬起头来。你对他们的执着，你心里认为事情应该要怎么发展的那些念头，你心里的期待、恐惧，还有不甘心，这些东西才是你自己投进井里的月亮。它们不是关系本身，而是你对关系的执念。你以为困住你的是那个人，是命运，其实困住你的只是你自己心里的那口井。你的心太窄了，装不下真正的月亮，只能装下一个虚幻的影子。慧真泪流满面问：那我该怎么走出来？空明禅师笑着说：随缘，就是不再往井里看，你依然可以去爱，去付出，但不再期待关系必须按照你的剧本发展。因缘聚散，本是自然，尽心尽力，然后放下。慧真在山上住了3天，每天只是劈柴、挑水、打扫，心里的杂念没了。原来每个人的牢笼都是自己亲手打造的，
他们都有出来的机会，但他们都选择了留在里面。放下后的每一晚，慧珍都睡得无比安稳，没有再梦见青罗，没有再梦见那些痛苦的往事。她就像一片从树上落下来的叶子，没有不舍，没有挣扎，只是落下来了，仅此而已。这个故事距离今天已经有1300多年了。那座终南山里的小寺院早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可是慧珍的那口枯井却一直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也许你从来没有意识到，但你的心里也有一口那样的井。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往那口井里投放过一些东西，一段感情，一份期待，一个他应该要怎么对我的念头，一种非得这样不可的执着。然后我们就开始日复一日地盯着那口井看。我们以为井里有我们想要的月亮，以为只要再等一等，再努力一点，再委曲求全一下，那轮月亮就会变成真的。可是啊，井里的月亮永远不会变成真的，因为它本来就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倒影，一个我们自己投射进去的幻象。真正的月亮从来都在天上，它一直都在那里，从来没有离开过。只是我们太执着于低头看井，却忘了抬头望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也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如此的。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所谓的牢笼根本就不存在，那只是你自己画的一条线，然后你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不能跨过去，跨过去我就会没命。可事实上，那条线是虚构的，你随时都可以抬起脚，大步走出去。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在日常生活中真正拆掉这座牢笼呢？接下来，我想跟你分享3个非常具体，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修行。这3个方法能帮助你一步一步走出关系的牢笼。第一个方法，睡前3分钟，觉察你的索取心。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爱一个人，其实我们是在向那个人索取。我们想要被爱，想要被关注，想要被认可。我们的付出往往不是真的无条件，而是期待对方能给我们同等甚至更多的回报。一旦对方的回报没有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就开始痛苦、抱怨，觉得自己委屈。请你诚实地告诉自己，这不是爱，这是一场交易。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给予。你爱他，是因为你愿意爱，不是因为你想从他那里换到什么。要怎么觉察自己是不是在索取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练习。每天晚上睡觉前，给自己3分钟，回想一下今天你在关系中的一个行为，例如你帮伴侣做了一顿饭，或者你传了一则关心的讯息给朋友，然后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我做这件事的时候，心里有没有期待对方的反应？第二，如果对方完全没有反应，甚至觉得理所当然，我会不会失望或生气？第三，我的付出是出于纯粹的真心，还是出于某种交换的心态？这3个问题问下来，你就会逐渐看清自己的惯性模式。记住，不需要批判自己，也不需要强迫自己立刻改变，你只需要如实的看见就好。看见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第二个方法，放下脑海里的应该。我们生命中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来自于2个字，应该。他应该要理解我，我们的感情应该越来越好才对，父母应该支持我的选择，孩子应该听我的话，朋友应该在我低潮的时候出现。你的每一个应该都是一把沉重的枷锁。当现实的情况跟你的应该不一致的时候，你就痛苦了。而残酷的真相是，现实几乎永远不会跟我们的应该完全一致，因为应该只是我们头脑里的想象，是我们自己编造出来的完美剧本，而真实的生活从来不按剧本走。
佛法里有一个很美的词，叫做如是观，意思是把事物看作它本来的样子，而不是你希望它成为的样子。他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发展了。当你可以深吸一口气，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一声，事情就是这样的时候，你的痛苦就已经消失了一大半。这不是要你变成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你依然可以为了改变现状而去努力，但你不再认为事情必须按照你的想法来，你接受了所有可能性的存在。第三个方法，在每一件小事上练习不住。金刚经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不住是非常高深的境界，但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事情开始练习。什么叫住？住就是黏着、停留、死死抓取。你经历了一件开心的事，你想让那种开心永远持续下去，这就是住。你遇到了一个喜欢的人，你想把他永远绑在身边，这也是住。你有一段美好的回忆，你每天反复去回想，不愿意让它过去，这还是住。住就是我们妄想把流动的生命变成凝固的标本，但生命的本质就是流动的，你越想抓住它，它就越快从你的指缝中溜走。不住的练习可以从今天的一顿饭开始。当你吃一顿美味的晚餐时，你全心全意地享受它，但吃完之后你就放下了，不会一直执着着明天还必须吃到。当你跟一个人有一段愉快的对话时，你珍惜那个当下，但对话结束后，你不会执着于他什么时候还要再密我。当你经历一段美好的感情时，你全心投入，但如果有一天姻缘尽了，它必须结束了，你也能够温柔地摊开双手让它走。这不是冷漠，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更深刻、更高级的热爱。因为你不再被害怕失去的恐惧所绑架，你可以更完整、更无所畏惧地活在每一个当下。以上才是佛陀与历代大师们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深刻道理。佛法从来不是要我们逃避现实，不是要我们变得冷漠无情，更不是教我们什么都不在乎。真正的佛法是教我们如何真正的活着，真正的去爱，真正的去经历生命中的这一切，同时又不被这一切所困住。这叫做活在世间，又不被世间所迷。这是人生最大的自在，也是我们这一生最真实也最勇敢的修行。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低潮，或者正被一段关系折磨得喘不过气来，请你现在轻轻地把手放在胸口，感受自己的心跳，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也一定能走出来。请记得，那座困住你的牢笼是你自己一砖一瓦建起来的，而那把打开牢门的钥匙从始至终也都紧紧地握在你的手里。如果今天的这支影片对你有一点点的启发，或者在某个瞬间给了你一丝丝的安慰，我想邀请你在下面的留言区留下你的足迹。也许只是一句简单的愿大家都能放下的祈福善言，也许是你现在正在面对的困境，又或者是你听完这个故事之后的感悟。让我们在留言区汇聚成一股温暖而强大的正向磁场，用文字去接住每一个需要力量的灵魂。如果你身边也有朋友正在被关系困扰，正在被执念折磨，请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也许这短短的几十分钟就能成为那个帮助他抬起头来重新看见明月的转折点。愿你随缘自在，愿你活出本真的模样。请永远记得，月亮一直都在天上，只要你愿意抬头看。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我们下期再见。